应该不能把我的放小。嗯，好，我今天分享哈，这个我们组织行销行业当中的六大规律带给我们的在实践中的障碍与突破哈。那么规律呢，是指事物发展变化中客观存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发展运动所遵循的法则，表现为稳定的、普遍的、可重复的模式和秩序。规律具有它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性、必然性稳定性和可认识、可利用性，可以通过实践认识并加以利用。在爱健康事业中，系统的平台的创新实验运用了组织行销六大规律，是推动业态革新、实现高效发展的核心逻辑。精准把握这六大规律，能为团队锚定方向、提升效率、驱动创业、助力伙伴快速拿到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是巨大帮助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掌握了规律，就等于掌握了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那我们看看这六大规律都是什么？第一个是利他主义，第二个建立系统，第三个简单复制，第四个是2·8定律，第五个粒粒原理，第六个成长为王。那我们仔细看我们每一个规律，第一个规律利他主义。那么这句话呢，大家都听到无数次哈。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模式就是利他。今天爱健康的制度模式，如果我们走进它，对它经营的话，你一定会发现，没有利他的思维，没有利他主义的践行，很难做成功。我们的事业所追求的，因为不再是单纯的短期的利益，而是长远的一个可持续性稳定的，还有人和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利他是一种高级的利己，所以你说能够为别人创造多大的价值，你就有多大的一个价值。那么今天我们做爱健康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把伙伴带进来，它的定位是我们跟我们一样，要在爱健康里实现梦想并拿到结果。我们一定要从利他主义着想，帮助我们的伙伴谈谈，说针对需求，无需求不展业，找到需求，我们是用价值给他解决的方案。首先，我们要帮助我们谈单，帮助我们伙伴谈单开始的拓展，就是起步期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伙伴自己去做那个 A，要学会利用 ABC 的黄金法则和线上 VIP 的幸福小组，帮到我们新伙伴，让他们真正得到一个充分的建立。那么第二部分，当我们帮到他组建团队去扩展工作，我们要做好教练式的启动，就是用好5月制启动，通过智慧的灵魂拷问，用心沟通，唤醒财商，启动创业定位，进入8米爱运作，通过1314的陪伴，帮到他找到自己的核心团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第3阶段的一个专业的带动。认真学习，练好会讲4P非常重要。从讲好生命故事，这些都是要练好，也是我们的基本功认真做好8米爱30天陪保，做好钉钉子传伴拜，全力以赴帮助伙伴达成目标。做好专业团队带动更深入和裂变，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旅程，都是通过我们帮助伙伴带动伙伴才能够完成的。那么到了第4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伙伴设立百人幸福长的目标，这是在爱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晋升级别。所以我们做好百人幸福长的复制滚动和裂变，是我们最重要的抓手。
透过从10名伙伴里找到2个跟我们一起奔跑的爱健康的天使开始，我们90天的陪跑达到100人幸福长，这都是因为有了前面3个利他，帮到伙伴拿到结果，而必然走向100人幸福长这份结果的实践。所以我们说利他是要做到掷地有声的啊，把目标和精力放在对的伙伴身上，实现助人大吉。那么第2个就是我们建立系统来进行一个作业，说这个行业成功的结果85%是建立系统来实现15%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系统，那你这85%要靠谁？那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和传统行业有什么区别吗？那么我们这个行业是用系统来去制胜的，那么有系统就要让伙伴能够借力，给伙伴赋能好。我们整个系统给到大家4个方面的借力一个是我们需要借力的人怎样能够借助系统的力量得到赋能，轻松的完成你的职业创业之路，让小的团队融到大团队，小循环到大循环。怎么样借力？很简单，你哪怕有1个伙伴，你就是团队长，你把它融合到大团队当中，走进系统，这是一个正循环由小到大，借助强大的团队力量，在我们的卓越的系统里去壮大。所以线上的幸福小组，我们8米爱这个展业形式就是接力，85%打在线上去孵化，去完成 ABC 的招募。520有了这个伙伴以后，我们要来做教练组的启动，就是借团队来启动。通过5月指的启动定位，还有1314的深度启动，把爱健康价值能够更深入的去做夯实，同时用我们所掌握对爱健康价值的理解，去解答伙伴们的问题，去开启伙伴的智能，去为伙伴量身定做他的行动方案，设立目标，让伙伴走进我们的系统，建立系统的培训，学到在爱健康该学的知识，掌握正确规范的，给到他少走弯路的方法和流程，然后呢给到他可利用的工具，推动他完成个人业绩的同时，去完成团队的目标，去滚动100人幸福长，然后紧跟我们公司和团队的活动走。公司每年推出的10135的 K 计划，还有我们团队的飞鹰计划和有团队的团建活动，都是帮到我们快速发展团队和深耕团队的最好的借力。那么第3个，看看我们简单复制那么这张图我们看到了DNA 的复制非常的有趣复制什么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完全基于目标一致性、梦想一致性带来的行动一致性，这就是简单的复制。复制是在创造杠杆，找到杠杆，创造倍增，迅速裂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进到组织行销不能归零，做不到听话照做简单复制，那一定会走弯路你可能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你在那个高峰上，你如何走到另一个高峰上跨越过去直接跨越可能会粉身碎骨，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如果你能够走下山来，走到另一座山的山底下，再一点点的运用你的经验，快速攀登上去，这才是正确的方法。所以能够归零非常的重要，听话照做，简单复制我们的成功8步，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承诺、目标设定你追寻着这样的成功的几个动作之后，你就会必然的形成那个结果。那么我们如何去践行我们的简单复制？第一个，首先要复制标准要正确那个要以有结果的人为标杆。
我们团队当中谁做得好，谁有经验，谁成功拿到的结果，我们要向他学习，来作为一个复制可以参考的标准。复制被认证过正确的理念、方法和流程。那么第二个，我们的复制一定要从简单模仿开始。你先看别人是怎样做的。例如，我们在做ABC 的时候，谈谈 ABC，你是一个 B 的角色。那么我们在当 B 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要先学好推崇？做好禁言，不要多说话，然后再做好出摊这个动作。那你开始不会做，你就要看别人怎样做，模仿怎样去成为一个正确的 B 当你是一个被弹进来的人，你看到 B 是怎样做的，你就去练习、学习和模仿。当我们成为一个 B 的时候，怎样的去能够成为一个 A 呢？也是模仿学习，在看3到7次这个 A 怎么样做的时候，你的简单模仿能力就有了，你就会产生模仿的能力。所以说，复杂的事情我们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做对自己打好样。那么第3个就是扶持最基本的动作从这里开始，大家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扶持很难的动作。所以刚开始你能够熟练的去讲4P 吗？不一定。所以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的故事开始，然后逐渐学会讲公司产品、制度、模式、系统时代趋势等等，进入8米的这个运作体系复制我们的经营者，打造稳定的组织架构和复购率等等所以你的复制之旅不要贪得多，积少成多是最正确的方法。第4个就是达到最关键的位置。现在我们团队都是从10人准幸福长开始裂变，全团队的复制，再接下来我们就复制100人幸福长。当你的旗下2到3代也是这样的一个从10人准幸福长开始复制裂变，那100人幸福长是不是就容易达到了？所以一定要复制这些最基本的动作和最关键的位置。那么第5个，自然走向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走向一个创新之旅。因为爱健康诞生在后疫情时代，还有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居家打造了一个智能化的居家创业系统，所以它在你自然的积极累积的基础上，有了更好的丰富这个系统的思路，走向了你的创新之路。所以大家要掌握这几个方法，这才能简单复制一些重要的和关键的内容。那么第4个就是28定律28定律非常经典，在各个行业都是通行的一个法则。我们讲它是迈向任何一个行业成功之门的永恒定律这就意味着20%的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神奇的80%的结果对于组织行销20%人足以创造奇迹。对爱健康这个事业来讲，我们如果能掌握20%的珍贵性，那么我们就会在5个层面去运用好28定律。那么这5个层面是什么呢？一个我们看首先我们在去展业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别人跟我们说 no， 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玻璃心？那么假如你知道了28定律，知道了组织行销在整个各行各业当中的稀缺性和珍贵性，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少数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认知高度，那么你就会欣然接受被别人拒绝的结果，那意味着还有更大的一个可以成长的空间。太多的人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价值，所以他会跟我说 no。所以我们要学会坦然的面对拒绝，而认知到不是拒绝我们这个人，而是拒绝这份认知。他没有认识到位的时候，他就不会说 yes。但是只要他知道了爱健康这件事儿，他就在路上了。所以我们说，没有绝对的拒绝，只有永恒的 yes。
当有一天他的身体出现问题，他的财务有状况，他的职业有危机，他可能就会看到你仍然在努力，而会再去找你。这个定律告诉我们，面对这样被拒绝的时候，坦然接受，勇敢的进行下一个 next 微笑的下一个就可以了。那么第二，我们看到我们要永远知道，在任何的一个组织行销平台上，都是20%的领袖在带领着他的千军万马，为我们创造80%的绩效。我们要把20%的人找出来，用80%的精力去爱、去付出、去陪伴。谁真想要，就先带着谁一起向前奔跑。要去看到那些最想要的孩子们，满足他们的需求，那就抓住了这个20%的领袖，会给我们团队带来超级的团队那接下来看到第三个，我们爱健康这个制度是基于复购逻辑的，我们只要把消费者服务好，就会产生不断裂变的价值，不断倍增的收入。所以，消费终端的服务能力直接考验着我们能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被动收入的形成。所以，把80%的时间要用在均匀的运动上，做好对消费者的日常服务，对创业者的日常陪伴。你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管道才是扎实的，才不是急功近利。那么在爱健康，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可以用匀速的运动去创造不断倍增的收入。那接下来我们看到80%的成长是在系统里完成的，每天带着伙伴进系统里成长学习。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云端创业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在系统当中来完成，是在我们每个团队给到大家的。那么这份系统提供的知识体系当中去完成，系统当中一定会有产品的知识、互联网的知识，还有我们知识的那个财富的知识等等，趋势的解读、国家政策的解读、核心价值点那么都在系统里面，我们就会形成知识学习的流水线。所以大家要跟住团队的系统来去面对我们的这份成长，80%的时间的成长，就会让我们变成更加美好的人，去吸引到更加美好的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经常会说，80%的成长决定了你100%的收入。这基本上很难吸引到人，所以特别是一些行业的领袖大咖们，我们把80%的时间用于成长性的进步，而这个成长是在系统当中来作为一个主要的渠道去完成，让我们可以聚焦聚神，可以找到核心的业务突破，把伙伴带进系统，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第5个，我们用80%的绩效要在互联网上实行，要习惯于线上作业，打破地域性，全球一张网，走向国际市场，要能够习惯于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运作，一定让我们整个运作机制能够在互联网上完成。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引领伙伴展业的重点。那么我们能够把28定律运用在这5个方面就能帮到我们解决很多很大的问题。那么第5个是粒粒原理。我们看到右图，大家看到这个曲线是不是特别的高兴特别欢喜？爱健康的制度给了我们复购为逻辑，收入不断稳定的增长。无论是我们的单区还是我们的双区，这个曲线都是稳定的，不断的上扬的那么下一个图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从4面8方走到这里。今天我们完成在爱健康的起航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起航的过程当中，大家把它想象是一个球，我们在做一个斜坡推球
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推到百人幸福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月入$2000这样比较可观的收入了。当你推到300掌幸福掌、500掌幸福掌，当我们的收入会不断的增加，到千人大将军位置的时候，起码就是一个$10000以上的起跳。那么这个时候，你旗下的人才结构、核心圈层全部出现了。你的整个伙伴进入到系统的节奏和习惯也完全养成了，那么就形成了一个自动的一个裂变。这个时候，你的手轻轻的一点一推一动，它这个球就基本上没有阻力的，自由的往前动了。当你的时间付出到一定的量把它推到一定平台的台面的时候，它就呈现阳光大道平缓的运行。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并不是金钱。所以在爱健康制度下，大家知道我们最初的最高的投资是第一年，就是$4000，折合人民币28000多，不到3万。这是我们在爱健康事业上所有的投资。因为第2年的时候你养活我们账户活跃你就用你的收入就可以了。所以爱健康轻资产投资就是28000多块钱的人民币，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全球的，可以让你年收入$100,000的这样一个大生意。所以这个金钱的投入呢，不是我们要付出的成本。那么在爱健康的事业中，我们付出的成本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成本曲线就是我们的时间和爱心。我们付出的要把时间舍得拿出来推这个球，我们要把爱心拿出来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我们的伙伴，出现的优秀的创业者。所以时间和爱心我们要给到你的整个的付出的成本就到位了。我们经常说，在爱健康，我们是太幸福、太幸运了，因为前期就超级的资金流的变现，一点不浪费我们每一个消费额，也不浪费我们每一份的努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伴随着你的收入不断的增长。你真的是把球推到千人大将军的时候，推到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看看这条曲线是不断增长的，一直上扬的，没有封顶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曲线。那么在中国，我们千人大将军已经达到了一个小康的水平，年薪就会达到100万人民币，基本就形成了。那么再往下，真的越来越开阔的人生，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拥抱时间自由、财富自由、身心自由。无限开阔的人生来自于我们开始的那一份努力的付出呈现的，到后来的福利带来的不可想象的结果，也源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么从几百美金到几千美金到上万美金的一个累积，到实现的年收入$100,000的超级结果。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成本曲线和这个收益曲线这两个关系理解透了，你觉得爱健康还难做吗？你觉得爱健康不值得我们去做吗？说他在前期所付出在后期要多少倍的回馈给我们是一个永续的收入。那么在这个行业通行的规律就是2到3年时间，你就拿到一个退休的结果颐养天年，5年之后能够实现一个超级的3大自由的结果。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要耐得住急需力量期间的寂寞。那么第6个呢，就是我们成长为王。
我们所说的10000小时哈，是这样的一个定律。10000小时的工程啊，在于我们每天怎样去做啊，做我们时间的安排。那么在组织行销看到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成长，我们也在为自己形成一个成长的蓄水池。每天我们在知识和系统的滋养下进步，在我们不断的谈单践行的过程当中去积累经验。所以成长永远是我们在组织行销行业的一个终极价值。而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只要有我们爱健康和合伙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你就会非常注重自己的成长。当你当做我们爱健康创业的第一指标，因为我们的成长而有组织的裂变，有业绩的增长。那么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让我们从小白成长为优秀的教师、领袖、专家和赢家。但是不管我们怎样的成长速度，如果我们每天能按照0.01，就是1%这样的前行往前运动，365天之后诞生了一个奇迹，我们从1.01变成了什么37.8倍，这不就是一个伟大的变化吗？这不就是我们最渴望的蜕变吗？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把成长作为我们的一个信条，我们就不要小看每天的坚持。365天之后，我们就会脱胎换骨，我们就会成为剩下那个王者。时间在创造奇迹，时间也在创造我们成长，遇到美好自己的那份旅程那种美好的旅程。那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吧？我们还要过3关斩6难。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没有走入过这个行业的小白，都要过3关，过6难。那么3关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面子关。如果说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他人贴标签这个人能做，那个人不能做。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不要给自己去设限。我今天跟你的分享他能接受我吗？他会不会误会我呀？会不会觉得怎么进入到传销行业呀？千万不要给自己设限，因为什么？我们要永远相信别人的认知可能比我们更好，我们能看懂的，人家为什么看不懂？所以这个面子管理有这个2大设限带来给我们的，给他人贴标签和自己的设限要把这个面子关拿掉，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去分享这份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冷水关。我们可以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亲朋好友给我们的一些阻力或者负面消息的影响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面对他人的拒绝，面对负面消息给我们的袭击？我们听过一句话，是吧？一棵小苗都是在冷水当中长大的，没有在热水当中长大的，是吧？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我们在实际当中是不是这样呢？一定是这样。不管今天这是成功者还是小白，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事物都是在对被质疑当中开始的，在更多的被质疑当中发展的，在一片掌声当中结束的。那我们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念过这个冷水关？亲朋好友们对我们泼冷水时表示不赞成的时候，我们能够如何能用我们的结果告诉他，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过这个冷水关有强大的内心也是非常重要的。第3个，我们还有一个
自我观哈。那么我们在人生的前半程当中，都积累了自己很多的成长的痕迹，包括自己人生的一些体悟和经验。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用自己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行业啊，是行不通的。所以哈，个人英雄主义和个性不容易团队，在我们发展当中就会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我们能放弃自我的一些不容团队的东西哈，自我的一些局限性的东西，能够看到我们目标和梦想是一致性，是一致的，让我们能有大局观、团队观、整体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团队事业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三观是我们要面对成长和过程当中的一个挑战。那么，成长就是不断的突破自我的一个过程。那看我们还有6件难事哈，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位朋友来讲呢哈，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难事，包括我们从小白普通人到进入这个系统，从消费者到经营者到创业领袖的过程，也会面临着这6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开始的时候说吧，开口难，不敢讲，不会讲，所以呢，我们讲一定在培训当中注重这种爱的语速。我们有爱，但是我们怎样去通过一个合适的一个方式，沟通的方式，分享出这种爱呢？所以沟通是有技巧的，所以我们要做沟通技巧的培训，来解决伙伴们开口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伙伴不愿意去复购那我们要讲复购的好处是什么了？同时，我们还要做好产品的服务，让他们能够愿意在这里进行一个粘性复购。所以，做好产品的解读和服务是我们做爱健康的一个根本，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复购为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这样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全球市场在迅速裂变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在互联网上作业，要运用线上的工具来为我们每个伙伴打破时空界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赋能第四个，找对人难。是吧？那很多的时候呢，尤其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找的都是患者，都是想要身体健康的，而且在理念上呢，又是相对来讲呢比较这个跟不上时代这样的人比较多，那你的创业定位的人那就不多那你的成长速度也就慢业绩水平就不够高。那如果我们把爱健康作为一个立项一个项目来去谈，这个项目里面有好产品，有好的这个 plan。财富的这样的模式，还有项目里边有好的人和打造的系统，那么我们相信现在有太多的人面临着什么职业危机、财务危机，那么都在寻求好的项目，还有我们把这个项目的优势分享给进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创业定位的经销商，或者是一个创业领袖，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很快的时间找对了人？我们所说对的人，那就是能够跟我们共梦想一起奔跑的创业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展开逻辑，要用项目来立项来讲我们的产品。那第5个就是当我们的团队的有一定团队的时候，发现带团队难，自己会做，但是裂变很慢，那是就是我们不会在这个时期当中的教练型领导力的培养。我们要注重，我们讲做团队扶持领导力，我们不是找消费者的裂变，而是通过更多的找到领导人去创造裂变。所以领导力的培训至关重要。所以像我们在任何一个团队，大家对经销商的培训，还有领导力提升的培训尤其在我们把米爱大学这个方面，给出我们不断培养
培养出领导能力的创业领袖。那看看我们也有几百位以上的100位系部长以上的这些创业领袖也是来源我们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培训，给到大家的一个这样。还有就是我们坚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最后落脚点就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坚持学习加行动，你最后就会知行合一拿到结果。但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去，那是因为我们一方面他们意志品格的问题，三心二意，总愿意换平台。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一定会有嗯，有，一定会有所以我们要看到结果呢，有些人呢朝三暮四，这都属于我们品格塑造方面的。还有我们对爱健康价值上有没有看懂？如果真的看懂了，那就可能愿意在这里深耕。还有我们的愿力有多大，就是你的目标一步一步实现的。我们这样的从我们短期的目标的达成那么也会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拿到第二个目标，甚至终极的目标。所以这个坚持难是在后面有很多因素在发生着。那如果我们把原因找到了，我们就找到了突破方向和重点这几方面。如果被我们突破了，那么爱健康的障碍点就少除了，那我们成长性也就出来了。所以大家会看到过三关斩六难，就是我们成长的旅行，成长就是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现在看一看这6个方面教会了我们什么？第一个重点就是利他的思维，通过帮助伙伴一步一步的去成长，拿到他们的结果，也来成就我们自己的结果。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行业是系统制胜的系统里面，可以形成我们的成长流水线、人才流水线，还有业绩流水线。因为在这里裂变时间和人脉，我们把伙伴带进系统去作业，是成功的不二法则。拥有了系统，就拥有了在整个组织行销行业最珍贵的保障。爱健康验这个系统已经是被证明了是这样一个成功的系统。第三个，简单复制，说大家不要去闭门造车去创新了一定要追寻这个行业里的规矩，用成功的方法来辅导我们，包括我们的细致到每一步的内容和流程，那就是简单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就 OK 了。第四个，28定律教会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拒绝，要微笑着一个把你拒绝的这件事儿就解决了，那么你就可以迈出爱健康的征程了。我们永远要知道，只有20%的人能够跟随我们创业定位到超级的领袖，那么我们要把精力用在这20%的人身上，我们要80%的精力用在系统当中成长，80%用于互联网作业。这几个方面是我们28定律给我们的启示。那么第5个就是要耐得住最初的那个寂寞，知道我们把球推到一定高度以后，自然会产生裂变，就会付出的少，得到的多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最初的多付出少得到一个付出和所得比较匹配的一个阶段到最后我们用很少的一个付出就能够多到得到一个自由之境。所以我们懂得立理原理是不是就懂得在这里的一个坚持的意义？第6个就是我们成长为王，注重我们的成长，去在做3关和6难集中解决问题，让我们的成长之旅变得特别的丰富多彩，也变得特别有这份梦想去激励，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成为一束光，感召到更多美好的人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共梦想。所以如果我们掌握这6大规律，就掌握了我们在组织行销这个市场上无形的这只手
看到了，我们在所有的市场上都是有它内在的规律，所有的行业也有这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只手就是规律。所以祝福我们所有的伙伴们能够在爱健康这个平台上，从认知规律到把握规律，到能够驾驭规律。那么你掌握了这个规律，你才有了坚持的理由和正确坚持的方法，让我们少走弯路，不至于迷茫，更不会走错路。那么，祝福我们所有的伙伴们，在爱健康这个伟大事业当中，在成功的路上，我们一起都能够成功。那么，再一次感谢系统给我这次学习成长的机会，感谢大家的聆听那麦克风交给我们的百人幸福长丽珠老师交给您。好的，好的，梦怡老师太精彩了，我一直在做笔记啊。感谢梦怡老师的精彩分享。听完这堂课，我们也可以掌握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做我们的爱健康事业。把鲜花520送给我们的梦怡老师。梦怡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了在组织营销行业其实也可以作为推广广泛应用的这样的6大规律。然后呢，教给我们怎样在实践中去突破这种障碍。那6大规律的核心，说到底呢，就是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利他是根基，借力是智慧，28是关键，复制是方法，利利是平衡，成长是归属。6大规律不是听过就忘的理论，而是需要我们融入到日常的行动指南。从利他的初心到成长的目标，每一步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去践行。希望大家带着今天的收获，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找准方向，找准重点，用规律赋能行动，用成长兑现成果。新的一天，一起加油！下面我们期待邹老师的精彩大课，4大功夫决定成败。我们进行第二课的转场。